最近，中国房地产企业接连传出噩耗，在恒大集团被清盘的阴影仍未散去之际，绿地控股迅速沦为新一轮危机的焦点。让中国人揪心的不只是这些曾经的地产巨头一夕之间堕落，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经济前景是否会被房地产业雷声大作而打入冰窟。绿地控股业绩暴雷，预计全年亏损700亿元到900亿元。1月30日，绿地控股发布预告，公司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约3600亿元，但预计净利润亏损7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下降991.09%至793.07%。这意味着，以绿地控股去年整年净利润约160亿元来计算，公司的净利润几乎全军覆没。每天损失高达1900万元到2464万元。面对如此惨烈的业绩表现，绿地控股表示，主要原因是行业低迷，资产减值准备1100亿元到1300亿元。的确，在房地产政策持续收紧、购房者观望情绪高涨的大环境下，房企表现难以挽回。而在此之前，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恒大集团已经宣告破产清算，两家地产龙头接连出事，无疑对整个房地产行业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在此背景下，购房者和投资者可能会更加谨慎，导致房地产销量难以改善，房企业绩继续承压。绿地强制员工集资购房股，员工面临巨额亏损。就在绿地控股业绩暴雷的同时，该公司被24名员工实名举报存在强制集资问题，这让外界对这家地产商运作的监管和规范也产生了质疑。根据举报，绿地集团在2019年就要求员工购买旗下员工持股平台的股票，对不同层级员工也提出了不同的持股要求。比如要求中高层在2019年底前持股100万股以上，3级管理层持股30万股以上。部分员工表示，公司提供1:1配资支持员工购股，但好景不长，股票交易价格在2021年开始锁定在2.7元每股，导致员工无法像预期那样以更高价格套现。到了2022年，持股平台又频繁停止交易，员工投资款难以收回。可以想见，在绿地业绩大幅下滑的当下，员工手中的股票恐怕一文不值。这无疑加重了公司面临的法律和社会舆论压力。对于业绩下滑，最先承担损失的往往是普通员工，而不是管理层。这也联系到近期多家房企被曝强制或半强制员工购房支持销售。这种运作不仅损害员工权益，也让外界对企业管理层专业性产生质疑。资金窘迫，当前绿地控股债务展期3年，在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绿地集团也面临严峻的资金压力。公司被迫将到期债券展期3年，以延缓兑付压力。公告显示，绿地控股将价值17.8亿元的2只债券的兑付日从2023年推迟到2027年，可见公司现金流状况非常困难。事实上，根据绿地过去几个季度销售和回款数据来看，公司销售额和销售速度同比出现2位数的降幅。在行业不景气的环境下，回款难度加大，导致公司现金流受阻。资金链问题一旦暴露，无疑会加剧外界对企业生存能力的质疑。对合作伙伴、客户和投资者而言，都需要重新评估与该企业的关系，这无形中加大了企业近期的经营压力。上海写字楼租金跌至10年新低，反映经济衰退。在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的同时，商办市场也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作为中国商业中心的上海，其写字楼租金更是下跌至近10年最低点，足以反映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数据显示，2023年上海甲级写字楼的净吸纳量同比下降了38%，远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同时，
今年共有155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入市，刷新了10年来的记录。在供求关系倒挂的情况下，上海写字楼的出租率持续下滑，空置率攀升至21.8%，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点。租金水平也回落到了7.17元每平方米每天，创下10年新低。业内人士表示，上海写字楼市场正在经历供需关系的全面失衡。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大环境下，企业对扩大办公场地的需求正在迅速萎缩。另一方面，多个商办项目在疫情期间延误了施工进度，导致今年供应量激增，严重超过了市场需求。可以说，上海写字楼市场正在经历冰河时期，寒意迅速蔓延。写字楼市场的疲弱表现反映出企业对前景的谨慎态度。在经济增速放缓、市场前景不明的大环境下，公司不敢过于乐观扩张，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因此减弱。同时，新冠疫情也改变了企业对办公方式的考量。远程工作的推广使得企业不再需要大量实体办公空间，这也削弱了对写字楼的需求。可见，上海写字楼市场的低迷是经济增速下行的一个缩影。如果企业对未来发展举棋不定，对扩张采取观望态度，写字楼以及整个商业不动产的市场前景都将继续黯淡。这也给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敲响了警钟。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重心转换的敏感时期，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放缓可能会拖累整体经济活力。如果不能尽快提振市场信心，恐怕会带来连锁反应，导致经济衰退风险加大。面对地产和商办领域的持续低迷，中国必须准确判断经济发展阶段，谨慎避免政策过度收紧，并适时出台稳定市场信心的举措。同时，培育新经济动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也是摆脱目前困局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严冬，楼市告急，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正在噩梦般的崩盘暴跌。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楼市危机的阴影笼罩，买卖两难的交易悬崖现象广泛出现。北京、上海等一线重点城市的房价和租金正在疯狂地跳水，业内人士描述为简直就是在腰斩。这是一个房地产标的物竞争的寒冬，人心惶惶，买方观望情绪高涨，静待房价继续跳水。在楼市暴跌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前景也黯淡。由于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它的衰退势必会对整个经济造成连锁反应。权威机构预测显示，受房地产市场危机和消费萎缩的影响，中国今年的 GDP 增速可能暴跌至 4%， 创下历史新低。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正在迅速恶化。从绿地业绩暴跌到上海写字楼租金下降，中国房地产和商业地产市场正在承受考验。这可能是经济进入新常态。